想象一下，你站在一座即将开发的梦想城市门口，里面有最棒的别墅、超大的公园、黄金地段的店面。但问题是，不是自己选，而是按着某种神秘规则分配。在民数记26章52到65节，以色列人就来到了这个命运转折点，准备分地，但必须按神的方法。这段经文其实藏着一个超级重要的启示，真正决定未来的，不是你想要什么，而是你有没有跟随神的计划走到底。神吩咐摩西，按照各支派的人数多少来分配应许之地，人多的支派分得多，人少的支派分得少，还要用抽签来决定具体地点。重要的是，这次分地的名单中，除了迦勒和约书亚外，第一代出埃及的成年人全部倒闭在旷野。这意味着不是所有出发的人都能到终点。最近，未来小镇计划在城市里爆红，这是一个高科技开发案。政府宣布要在市郊打造一座智慧型城镇，全自动交通、绿能建筑，学区超棒，医疗顶尖。最令人心动的是，政府开放一般市民申请入住资格，但有条件：一，必须是过去5年内持续缴税、没有重大犯罪记录的人；二，要参加一系列生活技能培训课程，例如基础节能常识、社区共融训练；三，最后真正的住址还要抽签决定，无法自选。刚公布时，整个城市沸腾了。Melissa， 一个年轻的教师，从小梦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家，听到消息立刻决定报名。但他的朋友 Alan 却笑着说，这种事情就是搞噱头，到最后还不是有钱人拿走最好地段。然而 Melissa 心里想，就算不确定结果，至少我想尝试看看。于是她按部就班参加了各种讲座，学会了如何节能设计家居，如何在社区中推动环保活动。这些课程很累，有时还要牺牲假日，但她坚持下来。3个月后，政府公布了首批合格名单， Melissa 名列其中，但 Alan 却被刷掉了。原因是 Alan 过去几年有偷漏报税的记录。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，符合资格的人被邀请参加一场公开抽签仪式，决定未来住哪一区。有人抽中中心公园旁边的黄金地段，兴奋到跳起来；也有人抽到比较偏远的角落，露出小小失落的表情。Melissa 抽到了一个中间区域，不是最豪华，但也不差。她心中明白，真正珍贵的不是地点，而是这个小镇背后的未来。她付出了努力，接受了改变，现在她拥有了参与未来的门票。几年后，这个小镇成为全国最宜居城市之一， Melissa 也成了社区的志工领袖，推动教育，推动环保，成为这个新世界的重要一员。有时她会想，如果当初只因害怕、怀疑，就什么都不做，现在她还会站在这里吗？
神的应许地是预备给走到最后的人，不是起跑的声势有多大，也不是中途的表现有多华丽，而是有没有持续顺服神到底。抽签看似随机，但其实在神的手中，每一块地，每一个位置早有完美的安排。真正能承接新机会的，是那些愿意在平凡中付出，在等待中持守信念的人。今天我们也是在准备未来的过程中，也许现在的我们还在培训课程中，还在等待抽签结果，但神早已看见我们的努力，也在暗中为我们安排最好的一片地图。